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撞上于适，新片都看了，一个无味，一个上瘾。更新换代向来迅速的娱乐圈，一部小荧幕作品的大火就有可能改动市场局势。更何况有的人的起点是电影圈，搭档金牌导演与实力派前辈。首部作品即获得优秀口碑与票房，这样的电影咖加入战局，就算之前没有粉丝的积累，极大可能会在短期内涨粉无数，从而达成一夜爆火的状况。前有某女郎刘浩存，现有乌尔善言选于适。于适的登场，让95生这潭好似已经大局已定的水又泛起了涟漪。与同期顶流级别的王一博对撞，上线时间相差8天的《封神》与《热烈》首播口碑出了，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！王一博走入舒适区，影片够燃也够套路，大咖云集成加分项。从双男主剧闯出来的新生力量王一博，天然在舆论上具备血雨腥风的属性。他的粉丝基础盘大，那么相对应的，对他演技抱有质疑的底盘只会更广。在有匪与风起洛阳中，他的少年肆意并未打动观众，成就好评。相反的，其双眼无戏的缺点暴露无遗。在选角上，他显然不适合城府心思太过深沉的人物，而此番出演热血且内敛的舞蹈男孩陈硕，才算是一次眼光的独到。他走入舒适区，无论是陈硕坚韧的性子，还是其对于舞蹈的虔诚，王一博均接近于本色出演。看他努力朝着梦想进步，因为家境不好，名气不够，就差点要被淘汰。一系列的成长，看的人是既欣喜又泪目的。在递进情绪与拍摄街舞宏伟场面这两件事上，编剧与导演的确是做到位了。邀请岳云鹏、刘敏涛等大咖作配，商业价值上吸引人。然而这种逆袭的片子大多是逃不开套路化的，影迷都不需要故意去猜，就能清楚整个故事的走向。所以纵然看的时候觉得很燃，但影片结束后不久就会顿感无味。影片中需要复盘才能明白的东西基本没有，给到了好的观感，却不能留下的强烈的后劲，这是热烈作为大荧幕快消品的遗憾。而观对手封神，情况是恰恰与之相反的。封神文化底蕴浓，剧情紧凑，没太多刻意留白，戛然而止，最是诱人。同样是描述倔强少年成王，姬发与陈硕一样孝顺有理想，且愿意为了遥不可及的梦去碾碎自己的尊严。只不过于是扮演的天下共主在没有称王之前，他的信念转变之路很是坎坷与血腥。受殷寿洗涤思想多年，他将坏人奉为正义。算殷寿找来神仙，不愿真的献祭自己，他也会觉得大王是没错的。直到被逼迫弑父，他才渐渐明晰对方的真面目。少将拔出了他的剑，最终刺死了想要夺取他性命的王上。天不杀你，我杀。前后矛盾的冲击碰撞，姬发打破固有封建的魄力，让他的成长会更刻骨铭心。新版封神的主视角从姜子牙改到姬发，刻画了国人最爱的冒险生长桥段，全程情节紧凑，就算是武打戏的大场面，也没有故意用太多慢镜头去展现场面的宏大。这使得148中的影片时刻保持在兴奋点上，如过山车一般。在以为平缓的时候，没准下一个高能的点就出来了。更可怕的是，第一部还仅仅是为背景观打下了基础，真正投资巨大的神仙打架在第二部才有展现。而妲己、哪吒、杨戬等等，在第一部就足够诱人了。剧本打磨数年，细节经得起推敲与复盘，在观看完影片后，当下可能觉得没啥，但越想越回味，这就是封神的魅力所在，能引得众多观众去3刷、4刷。那么，你们觉得这两部电影的风格
哪一部会更勾起你的兴趣呢？